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大脑全脑关联模式反映社会经济。这项研究发表在科学杂志，聚焦儿童大脑发育。研究人员利用 ABCD 项目中的649项非影像学变量，结果显示，大脑发育的首要因素不是基因或智商，而是社区环境与社会经济地位，即所谓的邮编。社会经济地位与大脑连通性关联强度断层第一。前40项最强关联变量中，37项属于社会经济因素，这意味着邮编比智商更能预测孩子的大脑结构。该研究挑战先天决定论，强调环境重塑的重要性。长久以来，人们相信基因与智商主导大脑发育，这被视为决定神经网络连接的绝对力量。但是，一项新的思路提出了终极发问：如果把儿童的全部人生经历搬上竞技场呢？睡眠、社区、屏幕时间、家庭财富都纳入考量，谁才是真正刻印在大脑深处的最强变量？答案可能颠覆传统认知，环境因素拥有压倒性的重塑力。这就是本研究的核心起点，挑战基因决定论。这项研究被称为全脑关联研究，它基于 ABCD 青少年大脑认知发展数据集。研究者收集了649项非影像学变量，这些变量涵盖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样本包括数千名9到10岁儿童，他们精准覆盖了所有社会经济阶层。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数据大扫除，所有变量在同一量级下正面交锋。研究团队采用磁共振成像技术，记录大脑静息态的功能连接。静息态指大脑不思考时自发的电波交流活动。这些同步波动的区域被划分为经典网络，如额顶网络。额顶网络负责高级思考，感觉运动网络负责感官与运动。团队随后动用超强算力，将649种生活变量逐一绑定，每个变量都与大脑网络连接强度进行匹配分析。这是捕捉大脑暗物质的核心技术手段，它使环境因素与神经活动得以直接关联。研究将儿童生活经验划分为全新的6大核心维度。认知维度具体涵盖智商测试与工作记忆能力。电子屏幕维度严格记录手机与游戏时长。身体健康维度重点关注睡眠时长与 BMI 指数。心理健康维度详细评估精神病理学相关得分。家庭文化维度全面考察教养方式与社会环境。社会经济维度直接包含家庭收入与社区资源这6类变量，构成后续关联分析的关键全景基础。社会经济地位在649项变量中关联最强，它在大脑连通性关联强度排名断层第一。前40个最强关联变量中，有37个属于社会经济，智商与心理健康得分被远远甩在第2梯队。这一结果颠覆了基因与智商主导的旧认知。儿童社区与家庭财富是大脑发育最强变量。研究用全景数据证明，环境重塑力远超先天。邮编背后的社会经济是大脑发育指挥棒。在变量大战中，效应量给出了更精确的答案。社会经济地位的关联强度达到 R 等于 0.24， 这是所有非影像变量中最高的天花板数值。而智商测试评分对大脑的关联强度弱了 50%， 心理健康这一指标更是弱了 130%。 差距清晰表明，社区与财富留下的物理印记远深于先天分数。效应量的大小直接反映环境对神经连接的重塑强度，同时提醒我们不能把关联简单等同于因果解释。社会经济变量在大脑上的映射与全景暴露组图谱高度重合，重合度达到了惊人的 97%。 这意味着单一 SES 因素就能解释绝大部分环境暴露的影响。左图显示的是 SES 单独在大脑上的关联模式，右图则是649个变量共同提取的底层图谱，两者几乎完全相同。研究证明，社会经济状况是环境重塑大脑的主轴，外界万千因素最终都通过这一主轴产生作用。社会经济地位并不重塑大脑的思考区，而是深深烙印在感觉与运动区域。额叶和顶叶皮层负责逻辑、数学与高级思考，它们并未显示出与 SES 的强烈关联。极度激活的区域集中在大脑的躯体运动、视觉和听觉网络，这表明贫富差异主要改变了儿童的本能感知与运动系统，而非认知中枢。证据来自对数千名儿童脑部扫描与 SES 变量的精确匹配。这一发现推翻了贫穷会损害聪明脑区的常见直觉。
他提醒研究者需要重新审视环境压力对大脑发育的真实作用路径，理解这一点，才能避免用错误的脑区解释认知差距。SES 大脑图谱与高压生理图谱完全吻合，蓝色为 SES 图谱，红黄色代表压力唤醒图，两者空间分布达到100%一致，绝非巧合，说明大脑改变源于生理压力而非智力差异。这种完美重叠被视为大脑发出的求救信号。低社会经济环境迫使大脑长期高度唤醒，该发现直接指向慢性压力是核心中介，干预方向应聚焦于减轻环境压力。研究发现了 SES 图谱的3个孪生兄弟处于低社会经济街区，大脑长期浸泡在高压化学汤中。去甲肾上腺素是压力应激的神经递质分布，睡眠剥夺导致异常唤醒的脑图高度相似。兴奋剂效应模拟了中枢神经药物后的脑波，这些图谱与 SES 烙印的位置几乎完全重叠，它们共同指向长期的生理压力状态。理解这一点，才能看清环境如何物理重塑大脑。这条核心链路揭示了环境如何物理重塑大脑，源头是低社会经济街区，触发睡眠不足与压力，压力触发去甲肾上腺素激增，持续唤醒大脑。化学风暴彻底改变运动与感觉区的神经连接，受影响的是初级感觉运动区，而非高级认知区。该通路解释低收入儿童大脑印记为何在感知区。改善睡眠与降低压力可直接干预大脑发育轨迹。研究为从环境干预入手提供了清晰的生理靶点。过去的研究一直认为智商有其专属的大脑结构，但本研究通过超级对比给出了暴击结论。当展开智商得分的大脑图谱，它几乎完美复制了 SES 压力图谱。这条证据直接打破了所谓的专属智力脑区迷思。IQ 脑图同样发亮于感觉运动区，完美避开高级认知区。这意味着过去统计出的智商脑特征测出的其实是生理压力。智商得分高的孩子，其大脑模式与低 SES 压力模式一致。研究提示，我们不能再将智商脑图视为先天智力的直接映射。进行逻辑推理任务时，前额叶和顶叶皮层被激活，这些区域负责高级认知功能，是真正的智慧源泉。然而，智商得分所关联的大脑图谱与前者完全不同。该图谱的激活区主要集中在初级运动和感觉网络。经计算，两个图谱的空间相关性精确为0，互不重叠，这明确表明二者测量的完全是不同的事物。因此，所谓的智商脑特征本质上是慢性压力印记，智商分数更多反映的是环境压力，而非先天智力水平。关键实验剔除了社会经济因素以检验真假。如果智商只是 SES 的替身，关联应暴跌。结果吻合，大脑与 IQ 的关联显著减弱。原本极亮的运动与感觉区高压模式消散，这些区域正是之前发现的压力印记所在。科学定性认为这是社会经济差异的混淆，之前观察到的脑智商关联是完全的假象。脱水实验成功剥离了金钱滤镜，人工智能模型在预测智商时实际走了捷径，它靠识别大脑中的贫穷或压力印记来打分，只要样本包含低收入孩子，模型就能工作。这种学习方式让模型看穷而非看聪明。更荒诞的是，模型预测家庭经济比智商更准。这说明了传统智商预测本质是混淆变量，它测出的不是真实智力，而是环境压力。这提醒我们，人工智能结论要警惕捷径和偏差。研究者用极限泛化测试来检验模型的可靠性。在混合样本中，模型成功抓取了规律；在低收入样本里，模型依然有效，但在纯高收入样本中，模型彻底崩溃。这证明没有社会经济底色，就没有通用智商脑关联。所谓智商脑预测本质上是贫富差异的识别，模型无法在压力差异消失的人群中泛化，因此基于压力印记的智商脑理论存在根本性局限。长期以来的旧迷思认为基因与智商主导大脑发育，旧观点归因于大脑固有的高级神经回路差异，智商测试被看作测量本质化先天智力的工具。科学新知揭示，街区社会经济水平是主导因素，环境通过睡眠剥夺与慢性压力进行物理重塑。智商测试测量的是成长环境优越度与身心压力，这一对比澄清了以往脑智关联研究的混淆来源。研究者呼吁重新审视环境对神经发育的影响，社区环境对儿童大脑的颠覆性影响力远超想象。
邮编代表的社会环境要素对大脑有绝对统治力，这些因素能直接改变皮层厚度与神经连线结构。社区绝不只是抽象的社会学概念，而是物理现实。它是一把能够重塑大脑物理结构的锤子。这种社会暗物质的效应完全压倒了基因与智商，长期压力与睡眠剥夺直接在大脑刻下物理印记。理解儿童大脑发育，必须将社区作为核心变量纳入顶级研究，为智商宿命论彻底祛魅。孩子得分低不代表前额叶功能差，它更可能意味大脑被环境压力占据。初级感觉运动区被迫过度消耗能量，慢性压力、噪音与睡眠不足是真正元凶。本质化智力标签掩盖了社会真相，神经影像揭示这一深层关联。理解智商需先看孩子生活处境。研究基于全脑关联证据给出了3个干预方向。首先，捍卫睡眠，修复感觉运动区的异常唤醒，这能有效逆转压力导致的神经连接改变。其次，切断慢性压力，降低去甲肾上腺素水平，创造安全无家庭冲突的环境，可主动降低该激素。最后，呼吁社会公平，关注社区资源与建设，优质街区能减少噪音、光污染等慢性压力源。与其迷信昂贵课程，不如优先改善这些因素。理解儿童大脑发育，必须回到他所在的真实社会环境、社会经济地位，睡眠与慢性压力才是真正的塑造者。这项研究基于 Science 发表的649项变量分析，结论指向一个紧迫的行动方向：优先改善生活环境。在试图改变基因与天赋之前，应先改变社区条件。正如达尔文所言，如果贫穷源于制度，那便是社会的罪过。致敬所有为探索人类大脑边界不懈努力的科学家们，点亮儿童大脑的未来，起点就在我们身边的社区。科学已经揭示路径，下一步就是行动与社会公平。